然后是从稻城开过来，大概也开了有8个多小时吧。那边应该是那个亚青寺最大的那个寺庙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明天看应该会更好看，现在已经有点天黑了。这些房子在半山腰，然后都是红色的。好美！现在我走着看一下有没有比刚才的停车场比较好，因为刚刚停车场感觉好像有点吵。然后我身后的就是那个亚青寺，现在晚上有点看不太好，明天再过来。这边是亚青寺的另外一面，感觉这一面还比较好看一些。刚刚在亚青寺附近呢找到一间可以单独洗澡的，大概是25块钱。然后这个是洗澡的空间还挺大的，这个单洗澡就是25块。如果是要泡澡啊这些就是40块。然后整个空间其实还是很大的，洗澡应该挺舒服的。然后我在这把窗户，哇哦，这个是通向哪儿啊？这是通向外面，把窗户关一下，然后就洗一下澡。早上的亚青寺，然后看看沿哪一条路过去。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学院的门口。这个有2层吧，应该是有2层楼这么高，2层3层。哇！啊，山上有一些白色的文字在这上面，都是那个藏文。那边的房子在山上架起来，一个一个小小的。再往上走一些，看不见。哇，那一片全部都是红色的房子，然后这一边的房子就是很小很小，很单独，像一个蜜蜂巢一样的，架在这个山上。你看。那一块那个桥，然后那块应该就是住宿的，然后那边也有一些佛学堂、寺庙，然后看，学生都是从这条路走下去的，我们也走下去看看。这些就是那个牦牛了，但是我还蛮害怕他们的。其实牛还蛮怕人的，看我一过来，他们眼睛扫了一下，然后赶紧他们自己也停了。你看，他们自己都停了。啊，这个房子太有意思了，好喜欢这种房子，就非常简单。下面是砖块，上面是木头，然后用那个防水的，然后在周围。就是在周围围一圈，那上面在做饭冒出的烟火，然后这个就比较漂亮，就是比较精致一些的，用钢架，这下面抵住那个木头。哇，这间住的应该很舒服，这间还带个院子。它的是什么材质？它是一种防水的帆布的感觉。然后这里是那个木板，然后用防水的帆布在外层，因为下雨特别是雨季，他们就用一些这条固定住。现在到这个顶上面来了，我们从顶看下去，这是他们的居住地。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是很美的。这个角度看真的很美很美。然后
那边刚才所说的那边像是房子住的房子宿舍啊什么，现场看的话房子是很小很小的。我看了一下人是不可能在里面睡觉的，大概可能就是放一些神像啊，或者是以往的一些僧人的一些骨灰或者是那个牌一样的。就这一块，哇，这一块真的很美。未解决了的杂包在对岸，小到8个周周我们寂静，走遍长牧场，世界换水流入三面，两座桥的深处日落浩浩荡荡。我现在绕着这个城走一圈，如果想要感受就是藏传佛教啊，这些房子啊，这些文化啊，其实我觉得亚青寺也不错，因为它的游客真的很少很少，然后也不需要收门票，当然它没有色达那么壮观，这样子转一下，觉得哇，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太阳出来没有那么冷了，哦呦，你看这个牦牛。这里的牛好自由啊，可以到处去。飘扬进未倾倒，世界很多人的眼，听经上课渐进，闭关仰望。这边其实也不大，大概几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这里的房子真的太特别了，好喜欢哦。刚刚跟着他们一起去转经在里面，然后里面很大很大，然后大概转了1圈左右吧，真的是转到头晕，好像一般最起码要转3圈，但已经转不过去了，就是没怎么休息好，真的，整个人转的出来的时候都晕的，然后没办法去展示给大家，因为很多地方是他们修行的是没办法去拍摄的，然后就是在这里面转了1圈。我一直以为这边是因为在网上看是女性那个觉母都会在亚青寺，然后其实我看一下那个扎巴就是男性的也会在这里，所以没有特别说必须这边亚青寺是女性修行的，或者说色达那边就是男性的，好像也没有，男性女性都有。现在走下去。这个是一个在这边做工程的藏族的一个小伙子给的，这是完全不添加任何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调配料，真的就是风干的牦牛肉，很棒。他在这边做饭这一块很安静，下面是有水源，然后这一块有个座大伞，可以在这里待个几天。好吃，香香的。好多灰尘啊！欢迎上去，太多灰尘。哦，各位早上好！哎呀，我身后的是牦牛，他们一大早就起来吃草啦，要工作啦。看看这一头，哇！而且我一讲话后面这头就看着我。其实牛真的很好奇，
而且小牛很可爱，那个牛超可爱的，你看它，哞，扛着我的这个移动洗手间，然后要到那个草坪上去上洗手间。你看这边这些马儿、羊啊、牛啊、没羊、牛啊、马，然后全部都在看着我，因为我驮着这个东西很大，他们都全在看着我。我一过去，他们马上就走了。他们其实胆子真的很小，他们很怕人。其实，你看他们的眼神。你看这只，你看他们厕所啊，然后那个钉子不见了，好怕它刮风啊。我们可以在这里上进去，上个洗手间先。你看嘛，这头牛真的好奇到，就直接看着我。现在我在这个，其实，在亚青市这附近。还没到兴隆这一块，我是打算去那个卢货，然后这边是有那个中国石油可以补给一些汽油，然后或者是如果能够坚持跑到这个叫做九治或者阿坝，但是看了一下，从卢货到九治的话，大概都要6个多小时，所以我怕从这个兴隆直接到九治的话。那个汽油不够，而且连续这样子开，其实也挺疲惫的，所以想说分成2段，一段的话可能是从兴隆啊到这个卢货之后休息一会，然后再到九治。色达我就没有想要去看，因为我在亚青市待了一下，亚青市不用钱，然后那个色达是要门票的，当然它可能会比较壮观，但我一般对于收门票的地方，我一般都不会去。我更加倾向于在这些比较大自然的地方静心啊，练练瑜伽，然后看看牦牛啊这些。我最主要的就是想要避开西藏这一块地方。昌都的话，其实想去修车的时候，那个老板说昌都那附近其实是有一个很高的山，然后那个海拔好像5000多米，所以我看了一下，如果我不是走卢货走甘孜啊玛尼干阁。然后走石渠，然后看了一下石渠海拔是4200，然后再往这边也是4000多到青海湖这边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个人自驾嘛，然后加上我没有去过西藏，虽然我在甘孜这边高反不是很严重，也没有多少高反，只是在亚丁机场那一段路跑的时候就发现头很疼，就是那种很头疼，但是没有停留嘛，所以问题也不是很大。但如果是开到这4000多米、5000多米的时候，如果是要2-3个小时这种开车的车程，如果是高反啊什么的会比较严重，这样子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。一个人的话，我决定不要冒风险，就是生命最主要，旅游是其次。好，那现在出发吧。出发之前呢，很重要一点，防晒的，因为这里真的是太晒了，晒的这边几个大哥，然后知道我在这临时住一些，然后昨天请我吃牦牛肉，然后就是对我挺好的，然后跟他们打声招呼。毕竟可能就是说不定这一辈子就见一次了。大哥，我走了，拜拜，谢谢你们的照顾。我昨天吃很棒，又有饭又有肉。你们照顾好自己啊，拜拜。出发！即将在道路尽头右转，进入甘白路，沿甘白路继续行驶55公里。这辆车呢是停在最右侧那里。在等我靠近的时候，它慢慢的掉头转弯，无论我打多少次的喇叭，它就是要在我靠近的时候转弯。车上的2个人没有下车，我下车看撞的情况。一般来说，撞车之后是要下车看一下撞的情况，拍照证据，找保险公司确定谁的责任，
然后理赔修车什么的，但是这2个人没有下车，司机反倒指了旁边的修车的地方，让我把车开到那边去谈。你们搞错！What the fuck！ 我按照他们的意思开到这个修车的地方，然后他们一下车就跟我讲，指着我没有刹车。我说我打了好几次，我都有在刹车，而且你们在右转弯的时候没有打灯。然后我指了一下我的行车记录仪，我说我都有记录的。他们自知理亏，然后跟我讲，算了，你走。现在回看这些视频，也证明了我当时的一些猜测。我当时心里感觉这件事情很奇怪，就是莫名其妙撞上去很奇怪。那现在是完全证明了他们其实是专业的碰瓷的。我在网上看过这些案例，没有想到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